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人类早就已经在宇宙里暴露自己了。1901年，人类第一次把无线电信号成功发射到大西洋彼岸，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无意间把地球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宇宙灯塔，持续不断地向外太空广播自己的存在。可奇怪的是，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人回应过我们。在银河系里，恒星数量超过1000亿颗，每一颗恒星平均都有2颗行星围绕运行。科学家估算，仅在银河系中，类地行星的数量就至少有3亿颗。理论上，那里可能存在数百万个宜居星球，甚至上千个星际文明，也有可能一个都没有。可问题是，人类已经广播监听了100多年，宇宙却看起来依旧死寂无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意大利一美国物理学家恩里克·费米在一次关于 UFO 的闲聊中提出了那个著名的问题：那他们都在哪儿？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费米悖论的起点。宇宙中存在外星文明的概率如此之高，但我们却找不到任何明确可靠的证据。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宇宙极限速度是光速，但宇宙实在太大了，即便先进的外星文明真的存在，它们也可能远到无法进行有效的双向无线电通信。假设有一个外星文明距离我们1万光年，那么光速信号往返一次就需要2万年。而德国天文学家塞巴斯蒂安·冯霍纳曾估算，一个文明的平均寿命大约只有6500年，而银河系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平均距离大约是1000光年。在这样的尺度下，很可能在2个文明真正意识到彼此存在之前，其中1个甚至2个都已经灭绝了，又或者他们干脆放弃了寻找。人类真正进入无线电通信时代，其实只占了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 1.7%。 也许外星文明也是一样，他们只有在一个非常短暂的阶段才会通过无线电向外泄露自身的存在，而一旦科技继续发展，就会迅速毕业，彻底抛弃无线电这种低效原始的通信方式。即便如此，他们也许仍会留下少量痕迹，但问题在于，这种信号几乎不可能被我们在遥远的星际距离上探测到。更进一步说，一个真正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甚至可能早已超越了电磁波通信，转而使用我们尚未掌握甚至尚未发现的技术，比如中微子流、引力波，又或者某种我们目前连存在都不知道的粒子形式来交流信息。也许整个银河系早就已经构成了一张庞大的外星通信网络，只是我们戴着完全不对的眼镜，所以什么也看不见。但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会不会是我们低估了人类自己？也许从对比的角度来看，人类其实比大多数外星文明还要聪明一些。也有一种可能是，我们正好属于最早一批达到具备星际通信能力这一科技门槛的文明。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属于一位名叫露西的南方古猿个体，他生活在大约280万年前，而真正意义上的智人，也就是和你我一样的现代人类，大约在3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但即便如此，人类开始真正表现出现代行为，也只是16万年前的事情。在那之前，我们依然只是简单的采集者和狩猎者。人类第一次真正向宇宙暴露自己的存在，其实是在1898年。进化不仅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才能孕育出智慧生命，而即便智慧生命已经出现，这个物种也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发展到一个足以被宇宙看见的技术阶段。但如果外星人并不愚蠢，问题真正的答案反而是他们极其稀有呢？稀有地球假说认为，生命的起源以及进化出足够智慧能够进行星际通信的文明，需要一系列几乎不可能同时满足的天体物理与地质条件。只要看看我们的地球就知道了。为了让智能生命最终进化到你现在凌晨2点刷视频的程度，这中间发生了无数复杂而精准的巧合。我们的太阳系既没有太靠近银河系中心，避免频繁遭遇超新星轰炸，地球又恰好形成在太阳的宜居带内。我们还有木星这样的巨型守护者，体内太阳系挡下大量小行星撞击。我们拥有一颗足够大的月球，用来稳定地轴，还有磁层、板块构造、液态海洋、合适的化学环境和大气成分。而最关键的是，生命从单细胞迈向多细胞，再到有性繁殖、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最终走向人类智能的这一整条路径。这意味着生命出现的概率本身就可能低得可怕，更不用说演化出智慧文明了。也许至少在我们这个银河领域内，地球真的是极少数中了大奖的存在。但还有另一种可能，
如果地球被当作一个宇宙动物园呢？也许外星文明刻意选择不与我们接触，保持完全隐身，只为了让地球文明按照自己的自然节奏发展。或许整个银河系存在某种默契，在一个文明达到特定阶段之前，比如成为卡尔达肖夫1级或2级文明，都不进行任何干预。换个角度想，也许现在正有一位外星社会学博士正在写论文，研究人类是如何把自己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处理得一塌糊涂的。又或者我们严重低估了外星生命与我们的差异，他们也许在心理层面上根本没有接触其他生命的欲望，他们的数学与科学体系可能与地球完全不同，对宇宙的理解方式也截然相反，因此他们无意中释放到宇宙中的信号，在我们看来可能只是毫无意义的噪音，甚至他们的存在形式可能与我们完全不同，也许是电磁场结构，也许是纯数字意识体，如果足够先进，甚至可能存在于我们尚未知晓的维度之中。当然，也有最刺激的一种猜测，也许我们早就发现过它们，只是觉得那不可能是真的。那些照片，那些影像，那些传闻，是不是还不够真实吗？也许你会说，金字塔当然是埃及人建的，那纳斯卡线条又是给谁看的？甚至还有人猜测，那些看似掌控世界运行规则的力量本身就并非人类。但如果严肃地站在科学立场上看，这些阴谋论成立的可能性都极低。回到现实，冯霍纳最终提出一个更冷酷的结论：技术进步本身往往就是文明毁灭的原因，因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主要由2种动力推动，对支配力的追求以及对更轻松生活的渴望，前者可能直接导致自我毁灭，比如核战争。以冷战时期为例，当年2大阵营之间的紧张程度曾经高到几乎让整个人类物种走向全面和毁灭。如果真的发生，那些幸存者也会被直接打回几个世纪以前。我们之所以没走到那一步，某种程度上要感谢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他当时判断雷达上显示的美国和打击只是一次误报，从而阻止了一场灾难。而推动技术发展的第2个因素是人类想让生活变得更轻松、更便利的欲望。这种欲望正以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的形式反噬着人类整体的生存福祉。还有一种假设认为，当一个智慧物种发展到足够高的技术水平后，就会开始主动摧毁其他智慧物种，原因可能是偏执、防御本能、扩张欲望、贪婪，甚至是纯粹的恶意。外星文明的动机可能有很多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行为也可能是一种极端谨慎。一个曾经极具攻击性，但后来克服了自身自毁倾向的文明，或许会把任何其他智慧物种都视为潜在威胁，前提是他们假设别人也会像自己一样。也许第一个掌握星际航行能力的文明注定会在其他文明成长为威胁之前将其彻底清除。这个观点被称为黑暗森林理论，名字来自刘慈欣的小说设定。在那个世界观里，宇宙中的文明不敢暴露自己，因为他们害怕被更强大、更具攻击性的高等文明盯上并猎杀。如果这样的文明真的存在，并且已经在银河系中游荡，那么对人类来说，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尽量少向宇宙发出信号，这样被顶级捕食者发现的概率才会更低。斯蒂芬·霍金曾经说过，与高等外星文明的接触可能会像美洲原住民遇到哥伦布一样，结局并不美好。希望他是错的。到目前为止，地球已经经历过5次大规模生物灭绝，每一次都导致绝大多数物种消失，比如飞鸟类恐龙的灭绝，或者2叠纪、3叠纪大灭绝。那次事件几乎杀死了地球上 90% 以上的物种。如果说生命在宇宙中并不罕见，那么频繁发生的大灭绝可能才是真正的问题。它们让智慧物种几乎不可能顺利进化到星际扩张阶段。大型小行星撞击、超级火山喷发、伽马射线暴、强烈太阳风暴，或者一场全球性大流行病，都可能让一个智慧文明彻底崩溃甚至灭绝。除了自然灾难，一个文明也可能因为自身技术引发的灾难而自我毁灭。那么如果每一个外星文明最终都会尝试发展人工智能，而在所有可能的结果中，这条路都会走向物种灭亡呢？我并不是在暗示什么。按照现在人类的生活模式，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生存，而休闲是工作之外的奖励。但如果有一天工作本身变得不再必要，人类可以永远沉浸在享乐之中，会发生什么？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媒体和娱乐必然会变得越来越沉浸，越来越有吸引力，而人类劳动的必要性却会不断降低。如果这种状态出现在星际探索之前，
一个智慧物种很可能会彻底失去向外扩张的兴趣，更进一步，它们甚至可能对整个物理宇宙失去兴趣，选择把意识上传到一个庞大的、没有痛苦、没有问题的人工虚拟世界中。一旦这样的系统能够自给自足，那些与世隔绝的外星文明或许就会围绕着一颗母体级大脑存在，不再向宇宙发出任何信号，过着他们的数字极乐生活。相比寒冷而荒芜的宇宙，这样的存在方式显然更有吸引力。也许这种享乐主义的结局正等待着所有文明。